各位朋友，今天晚上我要跟你聊的这个人，你一定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生，没有之一。但是，我跟你讲，今天我们不要把他当神一样供着来看。我要告诉你一个真相，华佗本质上是一个超前了整整1800年的科学怪人，一个执着到有点固执的麻烦制造者。在那个连在身上拉个口子都算不孝的年代，他最大的爱好居然是想着怎么把人肚子划开，然后再给缝上。你想想，这像话吗？可正是这个人差点改写了整部中国医学史。现在闭上眼，跟我回到公元2世纪末某个漆黑的夜晚。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间简陋的土屋，几盏油灯把影子投在墙上，晃得像个鬼域。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苦涩又带点奇香的草药味儿。屋子中央，一个面色蜡黄、腹部高高鼓起的男人直挺挺躺在铺了草席的门板上，呼吸深沉均匀，像是睡着了。但仔细看，他额头没有汗，胸口几乎不见起伏，这睡得太沉了，沉得有些吓人。旁边一个身着粗布麻衣、胡须花白的老者正用热水小心清洗着双手，他眼神专注，没有半点面对身体发肤时的敬畏或犹豫，倒像一个老木匠在打量一块待加工的木头。他拿起一柄打磨得极其锋锐、狭长而带点弧度的铜刀，那形状不像针灸用的针，也不像切药的闸，更像屠户用的家伙。油灯的光滑过刃口，带起一丝令人心悸的寒芒。老者深吸一口气，看向病人的腹部，那里已经用某种药水涂抹过。他下手稳、准、快，锋刃无声地破开皮肉，一条深色黏腻的创口显露出来，没有预想中的鲜血喷涌，只有少量渗血。他熟练地用准备好的干净布帛按压，然后用特制的弯曲铜制工具轻轻撑开创口，灯光探入，隐约可见其下蠕动的暗红色脏器。围观的1-2个徒弟脸色早已煞白，强忍着呕吐的欲望，更有一个已经别过头去，浑身发抖。屋外偶然路过的更夫似乎听到点什么动静，凑近破窗看了一眼，吓得妈呀一声，连滚带爬消失在夜色里，仿佛见到了地狱里出来的鬼差在剖腹取心。而那位睡着的病人依然浑然不觉。当时看到的人可能会尖叫，这是杀人变态吧？不，这就是古代版的手术治疗。那个睡着的人喝下了一种叫麻沸散的汤药，那个下刀的老者就是华佗，他在做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之一的腹腔外科手术。好了，问题来了，在一个连剪个头发都要挑日子，稍微严重点的外伤都可能因感染而死掉。儒家经典高声宣讲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时代，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又是为了什么让他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干这种在常人眼里与妖魔邪术无异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冒险，这是一次对那个时代伦理底线、认知边界和医疗传统的悍然挑战与颠覆。而发起挑战的这个人华佗，他到底是个疯子还是个天才？或者两者都是？要理解华佗，得先看看他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一点，定格在东汉末年。这几个字一出来，你脑子里蹦出来的是什么？没错，乱世。黄巾起义的烽火烧遍中原，董卓一把火焚了洛阳，军阀们像斗红了眼的蛐蛐儿，在华夏大地上杀来砍去。今天你屠我3城，明天我掘你祖坟，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那都不是文学夸张，是日常写实。瘟疫也来凑热闹，
伤寒疟疾跟着军队和流民的脚步四处传播。人的命不如一条狗，不如一斗米。就在这人命比纸还薄的时代，主流医学在干什么呢？主要就三板斧、喝汤药、扎针灸、画符咒。医者们，或者说方士们，秉承着古老的阴阳五行理论，通过望闻问切判断你到底是肝火旺还是脾虚寒，然后开一锅子苦得咧嘴的汤药，让你回家慢慢熬，慢慢喝。针灸很高明，一根银针能调理气血，疏通经络。至于画符咒、捣鬼神，那是面对未知疾病时人类通用的心理安慰剂和神秘主义解决方案。这些方法有没有用？当然有，无数人靠他们从鬼门关爬了回来。但他们的核心逻辑是什么？是调理，是引导，是让人体这个复杂的系统自己恢复平衡。动手那是下策，是巫术，是屠夫干的事。可华佗偏不，他是个异类，彻头彻尾的异类。他看重动手，看重眼睛看得见、手摸得着的实证。你肚子里长了个要命的脓疮，汤药攻不下来，那就别废话，打开肚子把坏掉的那块切了。他觉得许多病根子就像衣服破了洞，光念叨复原咒没用，你得拿针线去缝。这套思路在今天看来是常识，在那个时代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外星人思维。而且这个人还是个游侠，他不像很多名医，要么蹲在京城给达官贵人当保健医生，要么躲在深山里搞神秘主义修炼。他像个云游医生，背着一个装满奇奇怪怪工具和药材的搭链，足迹遍布今天的安徽、山东、河南、江苏，从烽火连天的战场边缘到瘟疫横行的难民棚户，再到高门大户的深宅后院，哪儿有病痛，哪儿就可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看病不问出身，将军太守他治，大头兵、穷苦农民、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也治。在他眼里，病灶或许有高低深浅，但痛苦本身似乎没有贵贱之分。这又和当时逐渐固化的门第观念有点格格不入。那早期的华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通过几个小故事快速给他画个像。首先，他不是一个只会动刀的莽夫，恰恰相反，他是个顶级的养生达人和预防医学专家。他有个徒弟叫樊阿，华佗传给他一套套餐青年散。这玩意儿听着神秘，其实配方挺有意思。青年叶1升，青年泻14两。说人话就是一种植物的叶子和另一种植物的块茎，晒干了磨成粉，每天吃一点。华佗告诉樊阿，这玩意儿9服去3虫，利5脏清体，使人头不白。樊阿老实回家就照办，结果活了100多岁，据说头发还乌黑乌黑的。你看，华佗的理念很超前，别等病了再找我，平时吃对东西，把身体内环境打扫干净，比啥都强。这是一种积极的面向大众的健康管理思想，跟他那些骇人听闻的外科手术形成了奇妙的互补。其次，他机变百出，手法巧妙，还带着点恶作剧式的幽默感。有一次，他路上看见一辆马车，车上的人捂着脖子，痛苦地咔咔作响，说不出话。旁边人说这孩子贪玩，把钉子吞下去了。看遍大夫都说钉子在喉咙里，但太深不敢取，怕勾破喉咙要了命。华佗走过去看了看，没说话。他让马车跟着他来到路边一个卖饼的摊子，跟摊主要了一大碗混着醋的蒜泥，又买了许多肉饼。然后他让那孩子看着肉饼，闻着醋蒜的酸香，但不准吃。
孩子本来就饿，看着香喷喷的肉饼，闻着开胃的酸味儿，口水那叫一个泛滥，止都止不住。就在孩子口水流得稀里哗啦的时候，华佗突然一把按住他的头，另一只手不知用什么工具往他喉咙里闪电般一探一勾，只听叮的一声轻响，一枚生锈的铁钉混着一大口口水被咳了出来。原来他是用食物的诱惑刺激孩子大量分泌唾液，润滑了喉咙和食道，然后抓住时机瞬间出手。这手法又快又巧，还带着点对人性的洞察小馋猫的欲望，成了最好的润滑剂。最能体现他性格里那种促狭和心理大师特质的是怒治郡守的奇案。有个郡守病得很重，请华佗去看。华佗一号脉，再一看脸色，心里有数了。这病根源是长期积郁，大怒伤肝，肝火郁结引发的。汤药针灸效果都慢。华佗眼珠一转，有主意了。他看完病也不开方，开口就要超级高的诊金，而且态度极其傲慢，一副你爱治不治的样子。郡守本来就有气，一看这医生如此无礼，更是火冒三丈。但为了治病，勉强答应了。结果华佗拿了钱，第二天不来，派人去催他，拖拖拉拉来了，随便应付两下，又伸手要更多的钱。郡守的怒火一天天累积，终于在华佗又一次爽约，并且派人送信来继续要钱。言语极度轻蔑之后，郡守彻底爆炸了。他勃然大怒，拍案而起，面红耳赤地咆哮：华佗鼠辈安敢如此欺我，给我抓回来，我要杀了他。他气得浑身发抖，哇的一声吐出了好几口黑紫色的淤血。说也奇怪，这口淤血吐出来，他顿时觉得胸中快垒尽消，呼吸都畅快了，病好了大半。这时华佗派来的人才不慌不忙地现身，递上华佗真正的信。信上写着：大人之急原在机遇，非大怒不能激荡而出。前番种种无理所会，皆乃药饵也。今淤血已吐，可服汤药调理，旬日可愈，所钱财分文未动。至于府外车中，敬请查收。得罪之处万望还寒。郡守看完目瞪口呆，哭笑不得。这哪是看病，这简直是一场精心编排，拿自己当负面情绪催化剂的独角戏。华佗对人性的把握和对情志疗法的大胆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你说他促狭吧，他真能治病；你说他治病吧，这手段也太气人了。通过这几个故事，你大概能拼凑出华佗早期的形象了，一个医术高超到近乎魔法的老头，思维跳脱，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他既是严肃的养生学家，又是机巧的急救高手，还是个深谙人心的恶作剧大师。他身上有名士的洒脱和不羁，更有匠人对技术极致的追求和自信。他自由自在地游走在天地间，用自己惊世骇俗又确实有效的方法，解决着一个又一个疑难杂症，享受着神医的名声和治病救人的快乐。但一个巨大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这个时代上空，也终将笼罩住华佗。那个时代，皇权虽然摇摇欲坠，但渴望掌控一切的权力意志却在军阀混战中野蛮生长，门第观念日益森严，士与公的界限越来越清晰。华佗他本作士人，读过书，有学问，却以医见业，干着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方济小道的医生行当，而且干的还是最被鄙视的动手的活儿。他渴望自由，渴望像云一样游走，医治所有需要他的人，探索医学所有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身怀如此颠覆性技术，又如此渴望自主的天才，在一个中央集权欲望不断膨胀，社会阶层逐渐板结的乱世，他将如何自处？他那把能抛开人体斩断病魔的锋利铜刀，最终是能为他劈开一条通往医学圣殿的传奇之路，还是会反过来成为割断他自己命运的利刃？他故事的真正张力，此刻才刚刚开始。华佗的名声像瘟疫一样在乱世中传播，只不过瘟疫带来死亡，它带来的是生的希望以及无尽的争议。它就像一把锋利无匹的双刃剑，一边劈开疾病的荆棘，一边也割裂着时代固有的认知。接下来这几场战役会让他这把剑的锋芒亮到极致，也让我们看到这锋芒之下那日渐逼近的权力的阴影。让我们把视线移到长江边，一场混战刚刚结束，空气里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铁锈味和焦糊味。伤兵的哀嚎此起彼伏，像一片移动的人间地狱。这里是东吴的某个营盘，而伤兵营里气氛凝重的能拧出水来。担架上躺着一个雪人，真的是雪人东吴猛将周泰为了护卫主公孙权，身被数十创，像个破布口袋，几乎没有一块好肉。最深的伤口在胸口，皮肉翻卷，隐约可见白骨，血还在鼓鼓地往外渗，只是流得慢了，因为血快要流干了。军医们围着他，手都在抖。这不是寻常刀剑伤，是致命的贯穿伤和撕裂伤。按当时的常规，基本可以准备后事了。士兵们沉默地围着，眼神里有悲愤，也有绝望。就在此时，一个声音响起，不高，但透着一种奇异的稳定让开。透口气，人群分开。华佗背着那个标志性的粗布搭链走了进来。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既无悲悯也无恐惧，只是微微蹙着眉，像木匠看到一块纹理特别复杂的木料。他没看周围任何人，径直走到周泰身边蹲下，伸出手，那双手粗糙但异常稳定，开始探查伤口。手指按过翻卷的皮肉，拨开凝结的血块，甚至轻轻触碰了裸露的骨头。他检查的速度很快，手法精准的近乎冷酷。热水越多越好，要沸过的晾温干净，麻布全部蒸过，烈酒再去弄些蜂蜜来，还有把我搭链里那个绿布包拿来。他头也不抬地吩咐，声音平静的像在吩咐晚饭加个菜。他的徒弟吴普立刻动了起来。准备工作在一种压抑的寂静中快速进行。华佗用温热的蒸煮过的布开始小心地擦拭周泰身上的血污，动作很轻，但毫无犹豫。遇到嵌在肉里的碎甲片沙粒，他就用一把特制的细长铜镊子稳稳地夹出来，扔进旁边的陶盆，发出叮的轻响。每一声叮都让周围的士兵眼角一跳。最骇人的是清创，有些伤口边缘的皮肉已经呈现灰白色，明显坏死了。华佗拿起一把极小极锋利的弧形刀，在烈酒里蘸了蘸，然后像修剪一块多余的布料，精准而快速地削去那些坏死的组织。刀刃割开发白，失去弹性的皮肉发出一种轻微的令人牙酸的嘶嘶声。没有麻醉，但深度昏迷的周泰身体还是偶尔会无意识地抽搐一下。周围响起压抑的干呕声，一个年轻士兵脸白如纸，颤声对同伴低语：这真是救人。我瞧着比刽子手寡人还利索。他的同伴死死盯着华佗的手，喃喃道：
庖丁解牛，这分明是庖丁解牛。华佗对议论充耳不闻，他全神贯注，眼中只有伤口、组织和血管。清创完毕，他用一种混合了蜂蜜、草药粉末和某种特制药膏的粘稠糊状物，厚厚地敷在较浅的伤口上。据说这能防腐生肌。而对于胸前那道最深的需要闭合的伤口，他拿出了更惊人的东西，穿着麻线的针。那针是弯的，线似乎也用草药汁浸泡过。他开始缝合，针尖刺入绽开的皮肉边缘，穿过，拉紧麻线，打结，剪断，动作行云流水，稳定的没有一丝颤抖。一针又一针，将那道恐怖的裂口像缝补一件破衣般仔细对合拉拢。血渐渐止住了。整个过程中，他只对徒弟吴普低声讲解几句：此处肌理走向如此，须得平行缝合，减少牵扯。此线浸过黄连、大黄汁，可防脓毒。不知过了多久，当日头偏西，华佗终于直起腰，长长呼出一口带着血腥和药味的气。周泰身上数十处伤口已被处理妥当，虽然缠满布条像个木乃伊，但胸膛已有了微弱而规律的起伏。华佗洗净手，对一旁看得目瞪口呆的将领简单说：创口太深，毒热已入胰里，能否活看今夜？若能熬过，按我方子服药，静养100日，或可恢复7、8。说完，他走到一旁，就着一盆清水慢慢搓洗手上残留的血迹和药膏，神情平静，仿佛刚刚不是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外科手术，而是修好了一张凳子。周泰后来活了下来，并且真的逐渐康复，成为东吴的一员虎将。经此一役，神医华佗能活死人，肉白骨的名声在军阀将领中达到了顶峰。谁不想在刀头舔血的日子里有这么一位能从阎王手里抢人的保障？此战之后，华佗身边多了2个年轻的追随者，吴普和樊阿。他们是被华佗神乎其技，更被那种超越时代的近乎道的冷静技艺所折服，心甘情愿拜师。华佗也倾囊相授五禽戏、针灸、方药，以及那些外科清创缝合的基本技巧。他渴望传承，他知道自己探索的这些东西光靠一个人带不进棺材，必须传下去。但庖丁解牛的私语也和神医的名声一起传开了。人们敬他，也畏他，敬的是他能从鬼门关拉人，畏的是他那双翻弄血肉、冷静的不像人的手，和那种看待人体如同看待器物的眼神。这敬畏之中始终隔着一层难以言说的隔阂。他的医术已近乎道，但这道与儒家真实的身体发肤，与常人面对血肉的本能恐惧格格不入，种子已经埋下。如果说战场救伤展现的是华佗处理外部破坏的巅峰手艺，那么接下来这位病人的遭遇，则显示了他对人体内部隐秘敌人的惊人洞察力。这次病人来头不小，广陵太守陈登，字元龙，就是那位让刘备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被曹操晾在一边的心高气傲的名士。陈登有个在当时算得上时髦的爱好，吃生鱼片，鱼肉切得薄如蝉翼，蘸着醋、蒜、茱萸等调和的酱料，鲜甜嫩滑，他百吃不厌。可不知从何时起，他得了一种怪病，总觉得胸腹烦闷，像是有团火在烧，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食欲时好时坏，人日渐消瘦。请了无数名医，有的说是肝火，有的说是脾胃虚寒，
汤药吃了好几车，越吃越难受。华佗被请来时，陈登已经有些萎靡了。华佗让他伸出舌头，舌苔是一种诡异的黄中带，花斑又仔细切了脉，沉吟良久。他没有问那些饮食起居的常规问题，而是直接问：夫君是否酷嗜鱼？陈登一愣，点头。华佗让他躺下，手指在他上腹部几个位置反复按压、叩击，侧耳细听，时而凝神细思。帐中寂静，只有华佗手指轻叩和陈登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半晌，华佗收回手，神色凝重。夫君此非寻常热症，乃胃中有虫，聚而成巢，已成瘙疡。陈登和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悚是恶疮，长在体内还了得？此虫是星，必是生于鱼，借夫君口腹，寄于胃腑，繁衍生息，侵蚀胃壁，故有烦闷燥热之感。长此以往，胃腑溃烂穿孔，则神仙难救。那该如何是好？陈登声音都变了，无他，唯当驱之吐之。华佗说得干脆，他开了一剂汤药方子，已不可考，但想必是极峻猛的催吐杀虫剂。药熬好了，黑乎乎一大碗，气味辛辣刺鼻。陈登看着药丸，一咬牙，仰头灌下，药入腹中。不久，先是隐隐绞痛，随即是翻江倒海的恶心感。陈登俯身对着准备好的大铜盆开始剧烈呕吐，起初是食物残渣和酸水，紧接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一团团一簇簇红头黑身尚在蠕动的虫子混杂在粘液中被吐了出来。那些虫子数量之多，几乎装了半盆，在盆中纠缠蠕动，看得人头皮发麻，几欲昏厥。陈登吐的胆汁都出来了，最后几乎虚脱，但胸腹间那股积黏的烦闷燥热却随之烟消云散，只觉得一片清凉轻松。华佗看着那半盆虫子，神色却并无太多喜色，只是淡淡道：虫巢虽去，虫卵或未尽，此疾根在饮食之癖。夫君若不能戒绝生鱼，3年之后此病必发，到时若寻我不得。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陈登死里逃生，千恩万谢，送上厚礼。华佗只取了枕巾，飘然而去。陈登好了伤疤，忘了疼，生鱼片的诱惑实在太大，加之觉得自己知道了病因，以后小心些便是，并未完全遵医嘱。华佗的警告渐渐被抛在脑后。3年时光弹指而过，华佗云游四方，踪迹不定。果然，3年后的某一天，陈登旧疾复发，而且来势更凶。他立刻派人四处寻找华佗，可烽火连天，人海茫茫，哪里寻得到那位行踪不定的神医？最终，广陵太守陈登这位曾让曹操都高看一眼的名士，在剧烈的腹痛和呕血中痛苦死去，年仅39岁。这是华佗技术的一次辉煌胜利，也是一次沉重的失败。他精准地诊断出了连后世都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病，用猛药直捣黄龙，堪称神乎其技。他甚至精准预言了复发，展现了对疾病规律的深刻把握，但也仅此而已了。他治得了病，治不了瘾，更治不了命。他无法改变陈登的口腹之欲，那是人性的一部分。他也无法保证自己总能在病人需要的时刻恰好出现在那里，那是命运的拨弄。医学的边界在此刻清晰地浮现出来。他再神奇，也有力所不及之处。他对抗得了具体的病源，
却对抗不了人性的弱点与时代的局限。华佗那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技术，在陈登的死亡面前显露出一丝无可奈何的悲凉。神医并非万能，让我们暂时离开那些大人物，来到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贫苦的村庄。这里的病患或许是个年轻的农夫，或许是个操劳过度的村妇，他得了肠痢，也就是今天的急性阑尾炎或者类似的急腹症，腹痛如绞，高烧不退，腹部紧绷如板，已经几天水米未进，奄奄一息。村里的巫医跳了大神，灌了符水，毫无作用。家人已经准备了寿衣，哭声在低矮的茅屋里回荡。华佗出现了，或许是被哭声引来，或许是被村民绝望中请来。他检查之后只说了2个字：可治。但治疗方法让所有听到的人倒吸一口凉气。须剖腹去其败肉，剖腹在肚子里动刀，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家人惊恐万状，邻居议论纷纷，但看着亲人痛苦扭曲的脸和渐渐涣散的眼神，死马当活马医吧。家人咬牙点了头。手术地点就在那间昏暗的茅屋，一切从简，但华佗的要求近乎严苛：热水沸煮所有布料，用干净的草席铺地，闲人退避，只留1、2个胆大的助手。他打开随身的布包，里面整齐排列着几把形状各异的铜制刀，具有的细长如针，有的弯曲如钩，有的薄如柳叶，还有骨针、麻线以及几个小陶罐，里面是不同颜色的药粉和药膏。最关键的是一碗颜色深褐、散发着浓郁古怪气味的汤药麻沸散。华佗扶起病人，将药液缓缓灌入其口中，安慰道：因此便如大醉，无知无觉，人我所为，勿惧。病人艰难咽下，不久眼神开始涣散，紧绷的身体松弛下来，呼吸变得深长均匀，真的像沉入了酣睡。时候到了，华佗的声音没有任何波澜。他用饱蘸烈酒的布再次擦拭病人的腹部，然后拿起那柄最锋利、闪着寒光的柳叶形铜刀，刀尖对准了腹部右下方一个已经有些红肿发热的区域，没有犹豫，稳定地刺入，划开皮肤，脂肪、肌肉一层层在刀刃下分开，出血很少。华佗用准备好的蒸煮过的干净布条迅速按压，嗜血，空气中弥漫开极淡的血腥味和皮肤下脂肪的特有气息。助手的手在抖，但华佗的手稳如磐石。他切开腹膜，腹腔内温热的气息微微涌出。他用特制的小小铜钩小心地拨开一段蠕动的粉红色肠子，找到了一段阑尾已经肿胀、发黑，甚至开始溃烂流脓，就是他在作祟。华佗用精巧的动作分离、结扎、切割，将那段坏死的组织完整取出，扔进旁边的瓦盆。然后他用一种温暖的不知名的药水反复冲洗腹腔内部，最后撒上厚厚一层止血生肌的药粉。接下来是缝合他的动作快而准，针脚细密均匀，仿佛在完成一件精密的刺绣。最后敷上厚厚的清凉药膏，用干净的麻布包扎妥当。整个过程除了刀具触碰身体的细微声响、布帛的摩擦声、华佗偶尔低声的指令以及助手粗重的呼吸，茅屋里静得可怕。屋外闻讯而来，偷偷从缝隙张望的村民早已面无人色，有人当场软倒在地，有人捂着嘴干呕着跑开。对他们而言，这景象与地狱行刑无异。但华佗完成了，他洗净手，对病人家属说：麻沸散力尽，
人自会醒。腹中邪毒已去，伤口勿沾水，按时换药服药，4、5、10日内疼痛可消，月余可下地。后来发生的事几乎如华佗所言，病人醒来后虽然伤口疼痛，但那种要命的绞痛和高烧真的退了，伤口没有像人们恐惧的那样烂开，反而一天天愈合。1个月后，这个曾被判了死刑的人竟然真的能慢慢行走，最终恢复了健康。奇迹，真正肉眼可见的奇迹。这个消息比以往任何事迹都更具爆炸性，它能从阎王手里抢回一个必死之人。华佗的声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在某些绝望的百姓口中，他几乎被神化。然而光环之下暗流汹涌，剖腹取肠，这岂是医者所为，分明是邪术。一位好手穷经的老儒生听闻后拍案而起，气得胡子直抖。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可如此毁伤？此乃大不孝。逆人伦，纵是救人，其法可怖，近乎污助谢神之事，非仁者之术也。就连一些同行医者在惊叹之余，也忍不住摇头，私下里议论纷纷。他们承认华佗能救人，但无法接受这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医学应该是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的雅事，怎能如屠夫匠人般操刀弄血？恐惧、不解、非议，甚至恶意的揣测，比如取人脏器为药引的荒谬谣言，开始如同幽灵缠绕在华佗神医光环的周围。他站在了时代的对立面，他用神乎其技触碰甚至践踏了那个时代最根本的伦理禁忌和认知边界。他的神迹在挽救生命的同时，也成了他无法洗脱的原罪。人们需要他时，他是华佗；恐惧他时，他是那个剖人腹的怪人。这把手术刀能切开最顽固的疾病，却切不开人心深处厚重的偏见与恐惧。而就在这辉煌与争议的顶点，那个时代最有权势也最多疑的阴影，已经将目光牢牢锁定了他。华佗的名声，如同他手中那柄柳叶刀上的寒光，终究是晃进了许都的深宫，映在了一个最需要他也最恐惧他的人眼里。这个人就是曹操，曹孟德。曹操有头风病，这病像是钻进他脑髓里的一条毒蛇，平时蛰伏，一旦他思虑过度，情绪激动，或者仅仅是天气骤变，就会猛然苏醒，疯狂撕咬。发作时，半边头颅痛如斧劈，目眩耳鸣，几欲撞墙。这头痛伴随他南征北战，伴随他诛吕布、灭袁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他强大意志力背后一道无人能见的流着脓血的裂痕。他试过无数方式的丹药，听过无数名医的劝谏，但都只能缓解一时。这条毒蛇始终盘踞在他的头颅里，嘲笑着他掌控天下的权力。于是神医华佗这个名字成了他最新的希望，也是一件他势在必得的宝物。召见来得很快，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意味，华佗走进了曹操的丞相府。这里没有伤兵营的血腥，没有村舍的简陋，只有一种沉重精致而冰冷的威压。空气里弥漫着熏香，却压不住那股无形的剑拔弩张的气场。曹操坐在榻上，没有戴冠，只是用一根带子紧紧勒着额头，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清白，但那双眼睛依旧锐利如鹰，审视着进来的老者。没有寒暄，曹操直接伸出了手腕。华佗行礼上前，静心切脉，手指搭上腕脉的瞬间，他就能感觉到那脉象的凶顽与纠结，如同其主人此刻正强行压抑的狂暴痛楚。他
他也感觉到了那皮肤下属于绝对权柄的冰冷而充满侵略性的力量。何如曹操的声音沙哑，带着痛楚磨出的不耐。丞相之疾，乃风邪攻，深入脑窍，风邪痰浊阻塞青阳之络，故骤发剧痛。华佗回答的专业而平静，可能根治。曹操问得直接，这是他唯一关心的问题。华佗沉默了片刻，根治开颅取贤这个念头在他脑中一闪而过，但面对眼前这双能洞悉人心，也能轻易决定他人生死的眼睛，他选择了更稳妥也更符合当下认知的说法：可暂缓其苦，若欲根除，非朝夕之功，须徐徐图之，调和阴阳，且先止痛。曹操打断了他，语气不容置疑。华佗不再多言，打开布包，取出数根细长的银针。在曹操警卫如临大敌的目光下，他选准了曹操头颈处的几个穴位，下针手法快稳准，带着一种千锤百炼的自信。银针微微捻动，不多时，奇迹发生了。曹操紧锁的眉头渐渐松开，勒着额头的带子下紧绷的肌肉如同冰雪消融，那如噬骨般的剧痛如同潮水般迅速退去。曹操长长的舒坦地呼出一口气，一直挺直的背脊向后靠了靠。他看向华佗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审视一件工具，而是发现了一件绝世珍宝。妙在，果真是随手而差，随手就好。他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属于病人的轻松笑意，但随即这笑意就沉淀为一种更深沉的东西，一种占有的决心。先生就留在府中吧。曹操的语气恢复了惯常的不容商榷的平静。孤这头风时时发作，离不得先生。即日起，先生为孤侍医，一应用度皆从优厚。侍医这两个字像一副冰冷的枷锁，瞬间套在了华佗的脖子上。那不是客卿，不是朋友，是专属的。私人的医生是隶属于他曹操个人的医疗物品。华佗的心沉了下去。他本作士人，读书有学问，行医济世，游历天下。虽操方剂，内心却有着传统士人那份对自由的向往和骄傲。他医治过将军、太守、平民、士族，但始终是以一个独立个体的身份来去如风。他渴望的是探索医学的边界，是救治更多的人，是将自己的医术传承下去，而不是被禁锢在深宅大院。成为一个人，尤其是曹操这样一个复杂多疑、喜怒无常的枭雄的私人保健医生，在曹操看来，这简直是天大的恩典。他掌控着北方，日理万机，头痛是他最大的弱点。如今弱点有了克星，自然要将这克星牢牢握在手中。他或许会想，吾有华佗，如高祖有张良乎？张良运筹帷幄，华佗保障健康，都是保障他成就霸业的重要工具自然要放在手边，随时取用。可华佗不是张良，张良的智慧在于谋划，本就需要依附于权力中心，而华佗的医术，其生命力恰恰在于流动，在于面对千变万化的疾病，在于接触各式各样的病例。把他关在丞相府，只面对一个病人，哪怕这个病人是曹操无异于将猛虎关进金丝笼，将苍鹰锁上黄金甲，他的医术会枯竭，他的精神会萎顿，矛盾就此埋下。华佗的世人骄傲和对医学独立性的执着，与曹操根深蒂固的控制欲和对实用技术的贪婪，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是一场自由意志与绝对权力的无声战争。初期，华佗或许还抱有一丝幻想，试图用他的方式工作。他给曹操针灸、开方、
调理，也提出一些养生建议。但只要曹操感觉好些，那掌控欲便压倒一切。华佗的行踪受到限制，他那些云游四方、剖腹取疾的惊人事迹，在丞相府的僚属听来是不务正业，是危险的行径。曹操需要的是一个随叫随到、专属于自己的止痛剂，不是一个心怀天下、有着自己追求的神医。华佗越来越感到窒息，丞相府的墙壁再高，庭院再深，也关不住他向往山川湖海、惦念天下病患的心。终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一个在后来看天真得近乎愚蠢的办法。他向曹操告假，理由是妻子病重，需回乡探望。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甚至带点人情味儿。曹操纵然多疑，面对孝道伦常这样的大义名分，一时也难以断然拒绝。或许他看着华佗焦急而诚恳的面容，也想着让这老头回家处理一下家事，或许更能安心为自己服务。于是曹操准了假，但语气里的警告意味很明显，速去速回。华佗如蒙大赦，逃离了许都，回到家乡蓟县，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看着熟悉的病人，他仿佛又变回了那个游侠医者。他行医授徒，研究医理，将丞相府的压抑抛诸脑后。他甚至有意无意地拖延着回城。曹操屡次派人带着书信、礼物，乃至带着命令来催促，他都以妻病未愈为由推脱。他低估了曹操，也高估了这个借口的效力。曹操是何等人？那是宁我负人，无人负我的乱世奸雄。他的多疑是刻在骨子里的。一次催促或许是关心，两次三次便是怀疑，尤其是在他头风再次发作，痛不欲生，而华佗却迟迟不归时，那怀疑便化作了熊熊怒火欺病。曹操按着剧痛的头颅，眼神冰冷如毒蛇。调查的结果或许根本不需要多么细致，华佗的妻子是否真的病重，很容易查清。即便真的病了，拖延如此之久不归，在曹操看来也是养病自重，以要挟无。他需要的不是一个有自己想法、会讨价还价的医生，他需要的是一件听话的、能立刻缓解他痛苦的器具。华佗的拖延，在他眼中成了一种赤裸裸的挑衅，一种对他权威的蔑视，一种用技术要挟权力的卑劣行径。小人安敢欺侮，盛怒之下，命令发出，一队如狼似虎的差役直奔战线。当华佗看到家门口出现的面无表情的官吏和闪着寒光的枷锁时，他或许才真正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什么。那不是可以讲道理的郡守，也不是可以戏弄的病人，那是掌握了生杀予夺大权的、不容丝毫违逆的绝对权力。他那一套游离于规则之外、依靠技术和个人魅力的行事方式，在冰冷的国家机器和权力意志面前不堪一击。他没有反抗，也无力反抗。枷锁套上脖颈的那一刻，那个自由不羁、用一把手术刀挑战疾病与成规的游侠医者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走向最终悲剧的囚徒。许都的监狱阴冷潮湿，散发着霉味和绝望的气息。这里关押过谋逆的皇亲，也囚禁过失败的政敌，如今关进了一个医生。华佗坐在一堆发霉的稻草上，身上的粗布囚服取代了往日的麻衣，手上没有了常年沾染的草药清香，只有铁链摩擦留下的污迹。最初的愤怒和不平像困兽般在他胸中冲撞。凭什么？我治病救人，何罪之有？
就因为我不愿做你曹操一人的侍医，就因为我说了谎。这世道还有没有道理可讲？他行医一生，见过太多痛苦，太多不公，但从未像此刻这般感到一种彻骨的荒谬和无力。他的医术能剖开最复杂的腹腔，却剖不开这权力的黑幕；能诊断最隐秘的虫疾，却诊断不了这人心和政治的顽疾。渐渐的，愤怒被一种更深的含义取代。他想起了陈登，想起了那些他无力回天的病例，想起了人们对剖腹的恐惧和非议。他忽然意识到，或许从一开始，他的路就注定是孤独的，甚至是危险的。他的技术太超前，超前到与整个时代的伦理和认知为敌。他的独立性太强，强到不容于任何想要掌控一切的最高权力。曹操不过是这时代最强大也最无情的一个化身。他或许会苦笑，原来自己最大的病患不是头风，不是长生，而是这无处不在的名为权力的绝症。而这病他治不了，不仅治不了这病，还反噬了他。华佗下狱，震动朝野，毕竟他是名满天下的神医。终于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了，是荀彧，曹操最重要的谋士之一，以清正仁厚著称。荀彧或许出于爱才，或许出于以医者论最不详的考虑，他找到了曹操。曹操的头风大概又犯了，脸色阴沉地靠在榻上。荀彧言辞恳切：“丞相，华佗医术确实神乎其功，人命所悬，宜加宽宥。”曹操睁开眼睛，那双鹰隼般的眸子里没有丝毫对神医的怜悯，只有被触怒的权威和被要挟的冰冷怒火。他一字一句说出了那句决定了华佗命运，也道破了权力逻辑本质的话：“佗能御此，小人阳无病，欲以自重。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翻译过来就是，华佗的医术确实高明，但这老小子故意拖延，不根治我的病，是想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来要挟我。我不杀他，他也不会真心替我除掉病根。看，这就是曹操的逻辑。在他眼中，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医学追求，只有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华佗的拖延被他解读为一种政治博弈，一种用技术要挟权力的卑鄙手段。这是曹操最不能容忍的。他可以容忍失败，可以容忍反对，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无能，但他绝不能容忍别人掌握能威胁他的筹码，并试图用这筹码来和他谈条件。欲以自重这4个字是华佗的死刑判决书。在绝对权力面前，技术天才的骄傲，对独立行医的渴望，统统被简化为小人的自重之举。权力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要挟，哪怕这要挟只是他的想象。华佗的悲剧此刻已无可挽回，死刑判决已下，只待执行。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华佗反而平静了下来，那种明示的洒脱似乎又回来了一些。他最大的牵挂不是自己的生死，而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一部，记录了他毕生医学思想、外科技艺、药方心得的著作，后人称之为青囊书。一天，他叫来了那个平日里对他还算客气，偶尔流露出些许同情的狱卒。他从贴身的衣物里取出一卷用油布仔细包裹的厚厚的竹简，递了过去：“此可以活人。”华佗的声音很平静，但带着一种沉重的期望：“我毕生所学尽在于此，你拿去吧，或许可救千万人。
狱卒愣住了，他当然听说过华佗的神奇，也知道这卷东西的价值，但那上面沾染的是死囚的印记，更是触怒丞相的滔天大祸。他只是个小小的卑微的狱卒，上有老下有小，只想在这乱世中苟全性命。他颤抖着看着那卷书，又仿佛看到了自己被牵连下狱、家破人亡的景象。先生，先生大恩！狱卒扑通一声跪下，脸色惨白，头磕得砰砰响。小人不敢，不敢啊！此乃禁物，丞相，丞相知晓，小人何家性命不保，求先生饶了小人吧。看着狱卒惊恐万状、避之不及的样子，华佗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他眼中的那一点微弱的光，一点对知识传承、对医术延续的最后期望，像风中的残烛，倏地熄灭了。原来不仅他的自由不被容于这个时代，连他用心血凝成的知识也被这权力的恐怖吓退了，唯一的最卑微的传递者都不敢接。他缓缓收回手，低头看着怀中的书卷，那上面的一笔一划都是他尝百草验千方的记录，是他无数次在生死边缘救人的心得，是他关于人体、关于疾病、关于那些惊世骇俗的外科手法最珍贵的思考。这是他生命的延续，是医学另一种可能的火种，但此刻这火种无人敢接。华佗沉默了许久，久到狱卒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慢慢的、异常平静地拖着脚镣挪到墙角的火盆边，火盆里炭火发出暗红的光。他最后看了一眼手中的书卷，眼神里没有愤怒，没有悲戚，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了然的空洞。他不再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期望。他伸出手，将那卷足以活人的青囊书慢慢的、一寸一寸地伸向了炭火。火舌先是小心翼翼地舔舐着书卷的边缘，随即像饥饿的猛兽猛然窜起，贪婪地将它吞噬。竹简在火中噼啪作响，那是知识在哭泣。薄纸卷曲，焦黑化作片片飞舞的黑蝶，火光映照着华佗苍老而平静的脸，忽明忽暗。他没有流泪，只是静静地看着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自己对抗疾病、对抗死亡的所有武器与希望，在火焰中化为灰烬。那不是绝望的疯狂，而是一种清醒的、决绝的告别。既然这世界容不下他，既然这知识无法改变持有者的命运，甚至无法找到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卑微角落，那么就让他随我而去吧。烧掉的不仅是一本书，是外科手术在中国古代提前萌芽的可能性，是一种重视实证、敢于动手的医学探索路径。这火焰是华佗对权力最沉默也最激烈的抗议，是一个超前时代的天才留给历史的一声沉重叹息。华佗死了，死在曹操的诏令下，死在许都的刑场，一个曾抛开无数杜甫与阎王争命的神医，最终自己的生命被权力像碾灭一只虫子般碾碎了。史书对他死亡的记载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讽刺的是，后来曹操最心爱的儿子曹冲，就是那个称象的神童病重，群医束手无策。曹操看着爱子痛苦死去，才猛然想起华佗，叹息道：吾毁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看看权力者也会后悔，但那后悔仅仅是因为失去了一件好用工具的效用，而非对一个生命、一种才华的尊重。这份懊悔更添了华佗命运的悲凉与荒诞。华佗死了，他的青囊书也化为了灰烬，但他真的什么都没留下吗？也不是，
他的2个徒弟吴普和樊阿继承了他的一部分遗产。吴普精于本草，樊阿擅长针灸，2人都从华佗那里学到了五禽戏那套模仿虎鹿、熊、猿、鸟的导引之术，成为了后世养生健身的瑰宝。一些方剂如麻沸散的传说、青年散的故事，也通过口耳相传，零星地保留在医书和传说里。然而，那最核心的、最惊世骇俗的，也最需要系统传承和不断实践的外科技艺解剖的认识，麻醉的配方、手术的技法、感染的控制理念，随着那卷青囊书的灰飞烟灭，也彻底中断了。这不是简单的失传，而是一条可能的医学发展道路被硬生生掐断了。让我们将镜头拉回那个遥远的剖腹手术的夜晚，油灯昏黄，映照着华佗专注的侧脸。他手中那柄特制的狭长而锋利的铜刀，正闪着稳定而冷静的寒光。这把刀能切开最顽固的病灶，能取出腐败的肠洞，能从死神手里抢夺生命。它代表着人类智慧对疾病最直接、最勇敢的挑战。然而，这把能抛开人体血肉的刀，却终究抛不开那层厚重的、由时代偏见、伦理铁幕和绝对权力编织而成的无形之剑。神医华佗，他拥有神乎其技，能解世人疾苦，却解不开自身命运的困局。他怀揣济世之心，欲将医术传遍天下，却连自己的心血都保不住。他是行走在历史缝隙间的开创者，却也是被时代车轮无情碾过的失败者。他的故事如同一面冰冷而清晰的铜镜，让我们在惊叹于那穿越千年的智慧光芒的同时，也不得不直视其下深沉的阴影，去思考一些永恒的问题。知识在面对权力时究竟能有多脆弱？超越时代的才华如何才能不被时代所吞噬？而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又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火光熄灭了，灰烬冷却了，但灰烬深处是否还埋藏着一点永不熄灭的余温？那把手术刀的寒光，是否还在某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等待着再次被照亮的机会？夜已深，华佗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晚安。